看见很远很远的海。我也要飞，我也要飞。飞喽！找海，这段时间你变了很多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我叫沈朝海，虎头坳渔村人，靠出海捕鱼为生。1985年，这是我重生回来的第一个早晨。妻子林月娟还在身边，女儿小婵和小贝还没有被送走，渔船还没有被大哥朝福夺去。上辈子我什么都没有保住，这一次我一样都不会再失去。朝海，你做噩梦了？不是梦，月君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还有小香，还有小贝。朝海，你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这一次谁也别想再夺走他们。沈家深海名额1个，沈朝福。老大力气足，出海稳当，就该他去。怎么又是朝福？你就这么认了？等一下，陈队长，先别落笔。上一季的深海名额也是沈朝福的名字，他出海了几次，名额转给了沈湾村的人，一网渔获换30斤米，1分没进自家账。陈队长，这事儿大队存档，翻得出来。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！爹，这次不一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翻老账压我？我已经记了账，日期、船号、借给谁、换了多少米，清清楚楚。今年若再借鉴，账本明天就送到大队长案头。好吧，深海名额改成沈朝海。分户是迟早的事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账目要记清，证据要备齐，等到时机最硬的那一刻，一张牌打出去，叫他们一个都翻不了身。账写到这份上，分部的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动？等投网出海，账目凑够了分量，到那一天就是时候了。朝海，那边暗礁多，别往里靠。放心，我认得。我操，这得200斤了吧？朝海，你哪里学的这手？记性好。巧珍，把桶拿过来，搬回去，晚上全家分。这网是我单独的深海名额打的，不入公账。说什么话？一家人吃大锅饭，你翅膀硬了不认爹娘了？朝海，算了，我媳妇儿今天要吃顿好的。这半篓留给老翟，剩下的我要拿回去。你才又是你！朝海，你这几天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说不清楚，就是感觉你心里有数了，什么都有数。每一笔都要记清楚，等账目够厚，
分户那一天，谁也赖不掉。罐头厂那边也该动起来了，光靠打鱼填不满这个缺口。妈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月娟在灶台边藏了几枚铜板，装在布头里。林月娟，你给我解释，那几个钱是哪儿来的？是帮陈家捕鱼网挣的，就几分钱。几分钱？你藏着掖着是什么意思？嫁进沈家，挣了钱就该归公，你留私房是要跟家里分心。妈，放下。朝海，你让开，这是我家的规矩，媳妇儿藏私。他捕鱼网是他的手艺，挣的钱是他的，谁都不许动。这是我家规矩，进了沈家门就得交公。我说清楚，从今天起，他的钱我来管，老宅不干涉。就是这个理，媳妇儿做手工挣的，凭什么归公？这年头还这么整。分户那天，一笔笔念出来。生了，是个女的，又是个陪嫁货。我给你起名小山，沈小山，这辈子爸护着你。地里的菜要浇水，你去把这趟活干了。身子骨这么弱，还好意思歇着？妈，月娟身子还没养好，家里的活我来担。你管得着吗？这家的规矩不是你说了算，怎么？你现在是翅膀硬了要造反了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？前世这事我从没提过，也不敢提。今世不一样了，月娟，以后没人可以再欺负你。月娟、小山、小辈之名，今生互定。陪嫁货，站那边去，别碍眼。水产站这批要压价，顺兴罐头厂刚开张，专门找稳定供货的，给价高出30%。村里没人信，都说新厂3个月就黄，还是走收购保温。我知道了。听说你要把大黄鱼送去那家新罐头厂，脑子进海水了？没有叔，就是试水。那厂3个月就得关门，你等着哭吧。叔，到时候我请你喝鱼汤。哼。鲜度不错，哪个村的？虎头澳头刀渔货今早下的网，进来喝杯茶。你是第一个主动送货上门的渔民，说说看，你觉得我们收货有什么问题？渔货不分级，统一压价，渔民没动力送好鱼来，保鲜这块也要跟上。出水超过4小时的鱼，厂里做罐头口感就差一档。你懂这个？出海的人都知道，只是没人跟厂里说过。你愿意做我们长期供货人吗？按等级定价，我给你白纸黑字。可以谈。罐头厂是第一步，光靠卖鱼撑不到分户。前世那片珍珠湾被人摸到，是分户之后第2年。现在还来得及，不要在分户前踩出来，不然那块海就不姓沈了。明天去找吴志明，他在县城水产站待过，珍珠苗的事他知道的比村里任何人都多。
前世就是这晚，老三摸走了妈压箱底的200块，事后赖到我头上。老三，二哥，我就找件旧衣裳，天凉了。老三，你欠的那个人不好惹。嫂子，招浪在海上赌船，输掉了大钱，我也不知道多少。昨天马老扣的人来村口站了半个时辰，没说话，就那么站着。村里几个老人听见马老扣3个字，扭头就走，没一个人敢多嘴。这钱我们不出，但要让爸妈知道，早做准备。爸那脾气，今晚我去说。你居然在海上赌船，输了那么多钱，你是要气死我！爸，先别声张，朝海这段时间出海不少进项，先从他那儿筹一笔填上，外头人不知道，家丑不外扬。我家那些人啊，要对我动手了，但我比他们更有准备。放心，睡吧。苏采购，老根是朝海的亲爸，供货这事儿应当算家里的，你把合同上的名字换到他老人家名下，合情合理。苏哥，合同是我本人签的，没有我到场，任何变更无效。大嫂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合同签了就是这个人，我不能乱改。你回去跟家里说一声，你自己留好。这个逆子翅膀硬了，连爸妈都不认。不出这笔钱，老头子就没有压力松口。这钱得出，换来的是分姑的把柄。妈骂完了，爸，老三的赌债我来出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，分呼。爸，进来有话说。朝夫给老头子出的主意，拿大队长的名义当挡箭牌，拖时间的老把戏。分湖的事儿，陈大队长说了要再议，这事先搁着。这话真假，一问便知。去大队部找陈大队长，就说我明天要议分户，请他过来一趟。老沈，你昨晚托人带话说要找我议分户的事儿，我今天自己来了，顺带把这个带来还你。这东西我不能收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赵海，你说你要分户，老沈，你讲你的意思，我听着。大队长，分家就是断老人家的路，找海这是趁家里难关，落井下石。你说，老三欠的债跟你什么相干？这时候提分户，安的什么心？我出3个月的余款，填老三的赌债，换分户文书，愿意就谈，不愿意，这债别指望我。你这是要活剥老子的皮！那今天就到这里。老沈，分户是政策允许的，你拦不住的。前世，这片湾被外省来的商人摸清，贝壳被捞空，一文没留给虎头王。这一世，得在所有人之前把这里拿下来。志明哥，你觉得这片海有没有搞养殖的空间？比如珍珠。
我看见海，我看见很远很远的海。我也要飞，我也要飞。飞喽！找海，这段时间你变了很多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以前我亏欠了你和孩子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们过那样的日子。好，那我能不再什么都忍着了。月娟，今天那笔余款你留着做什么？一家人过日子，钱放一处才稳当。妈，那是朝海出海挣的，家里的开销我们会留够，剩下的我们自己存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朝海，我打听清楚了，老根儿根本没去找过大队长，之前说的是朝夫自己编的，拖时间用的。但大队长昨晚找上了老根儿，把你备案的事告诉他了。我远远看见老根儿当时像被人揪住了衣领。那颗棋子还在。今天集体围网，按抽签定位，各家服从统一调度，不得私自换网位。大队长让朝海先抽，他一个人瞎出海撞大运，真以为自己是鱼神。今天让大伙儿见识见识。捕了30年鱼，知道鱼在哪儿。浅水区留给新手练手。要不要换个方向？不换。今日潮头在东，暗流从交口绕进来，鱼群跟着走。黑鳗140斤。沈朝海净重320斤。是旗鱼！我操，船进水了！各省，旗鱼保船，快割！铁柱，粗绳抛过来！这是旗鱼，这条鱼能值多少钱？这才是咱虎头坳的渔民！30年老渔霸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任老根，3个月了，今天不结清，这屋里的桌椅床柜我就搬了。马哥，你也知道最近出海不顺，这钱再宽几日。哼，磨了3个月了，今天这话我不想再听第2遍。妈，我怕。欠了多少？一共？连本带利420块。我来出这笔钱，但分户文书今天就签。哼，你二儿子有担当，沈老根，你怎么说？沈朝海，家里出了事儿，你倒来趁火打劫，你还是不是这家的人？难道让孩子在这种地方长大，您二老就高兴了？爸，您说分家丢脸，那我就先说说这3年咱们家的账。1983年，大哥用宫中的钱买了2条原烟3斤白酒。罗铁柱，是不是？是我亲眼见的。同年4月，我投网打的那批黄花鱼，大哥说替我送去晒场，少了20斤的数，
差价没进宫中，阿庆他妈在收货点，他记得清楚。是，那天我当班，金数我记得。1984年，月娟接的渔网修补活，3次手工钱共计4块2，多次遭妈当众干涉节礼，实得不足半数。月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大哥，海亮今年几岁了？7岁，怎么了？7岁，再过10年他要说亲，要盖屋，这点家底你能给他什么？你少废话，就算分，也该先分我这个老大的。老沈哥，你们吵你们的，我改天再来要账，先走一步。铁柱，去请陈大队长过来一趟，就说两兄弟都有1分户，请他主持。分户是个人正当权利，既然两兄弟都有这个意思，我来见证，公平分割。大队长，我刚才那话是随口。随口？你亲口说的，这屋里10几个人都听见了。大队长，我家老头子昨夜急症，这分户数要是1000，他要出人命啊！分户是国法允许的权利，不是谁能哭掉的。老沈，你若真病，我改日再来核实；若是装病，这文书已经生效，你签字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大队部有备案。老沈，我知道你病着，但我这趟不是来探病的。县城担保行的催债文书，白纸黑字，3日内还不清，我就拿着这个去县治安管理部门举报赌船经营。老沈，你在那船上压过注，这条够你吃一壶的。你这是讹人！哼，讹人？盖章的文书，讹什么讹？爹，我不是来逼你的，是局势逼的。老沈，我上次停了笔，这次不停了。按手印吧。爸，我们现在是自己家了吗？对，咱们家从今天起是自己说了算。手印落了，这一关算是过了。可马老寇那纸文书不是终点，他还有后手。珍珠湾的事更是刚开了个口子，真正的硬仗还没到呢。分户之后第一次出海，没有人管这条船的账，没有人等着拿走渔获。这一网是自己家的。这一事我做到了。你说的就是这里。潜下去看。看这里。比你说的还多，这湾里头的密度，所以我才找你来。依托湾区地形笼养，驯化本地野生贝苗，3年即可形成规模。借罐头厂打通省城，对接珠宝收购商，此路我们能自行跑通。我出资，你负责海上生产和村里协调，省城内调的收购商我来跑。行。你们搞成了，别忘了我。
妈的，天天等兵，再等一船货全烂完。前世听说过，85年到86年，有个小商贩靠囤购工厂淘汰的旧制兵机，专门向远洋渔船出售碎冰，发了一笔小财。铁柱，你知道县城哪里有旧制兵机卖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月娟，不是不卖你，是你家沈家媳妇儿，这个账还没结清，先把旧账补了再说。账本拿出来，日期经受人签字，我要一行一行看。哼，你看，2斤盐，白纸黑字。这笔账的日期在我们分户人书签之前2天。陈大队长主持的分户协议写得明白，分户前旧账由老宅统一承担，跟我这个小家无关。这笔账去找沈老根，跟我无关。说得对，账归账，人归人，哪有分了户还要媳妇儿背旧债的道理？行，你厉害，再怎么行，只是你家男人在外头走动，小心有人绊脚。买到了，买到了。供销社的人拦着门，说咱们欠了旧账，翻了半天账本才找到去年的日期。那主人最后那句话，我知道，说有人绊脚，不过是吓唬话，可吓唬话也是有人撑腰才说得出口的。朝海在外头的事，得让他自己多留个心眼儿。朝海，你在外头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，小心有人使坏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知道的。进去吧，盐包先搁灶台边上。朝海，顺兴那边出通知了，忘记收黄鱼，到场必须活鲜，不然按闲货价结，差价40%，村里没人做得到。木桶加冰，鱼到半道就翻白了。我知道怎么弄。你知道？碎冰分层，逐格透水，草席压顶隔热，鱼在船上多撑6个钟不成问题。家里那点积蓄够不够用？够用，放心吧。爸爸，这是给鱼睡觉的床吗？对，给鱼睡觉的床，睡好了才值钱。他那个床怎么回事啊？这方法你打算交给别人吗？交，但有条件，换成货源。前面有一夜，孩子饿哭了，你没在家。虽然分了户，这地方还是太难了。新屋的事我在办，快了。爸爸，挂着出海，讨个好彩头。小山等你回来。谢谢小山，爸爸很喜欢。快回家去吧，
外面冷怪。小山、小贝，这辈子谁都别想带你们走。谁？看来有人盯上我了。网在，贝也在，太好了。烟头，看来是有什么人来过了。龙牙湾不只有普通马氏贝，那里的野生种群密度我估算过，够我们起家。苗从哪里来？自己驯化还是外头买？外头买风险大，价钱也压不住。我们就地取苗，从暗礁湾里筛。今年先摸清密度，开春后下一批吊笼。时间够。驯化周期3个月，入秋前能看到第一批结果。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我手上还压着2笔货款，匀出来先垫着买网绳和吊笼材料，够撑到第一批苗下水。后续呢？后续看苗的成活率，成活率上60%，我去找信用社谈，拿备苗和吊笼做顶押，申请一笔小额贷款。你负责技术，我负责钱和路子，两头一起走。品级够，这批货你自己剪的头刀，全程盯着，烂的残的一条没混进去。这是我手写的供货说明，3个月内的量和品级我能保住。我收到了。这小子还想越过我直接上桌。去，让马老寇盯紧他每次出海的路线。是。哟，马叔，好久不见，在这边找人？随便转转，随便转转。马叔这趟专程跑来，不像是随便转转。我实话说吧，有人托我来摸个底，不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这个人是谁？不用问，问了他也不会说，不如回头让铁柱去查。你盯周老板那边，摸他近期跟哪些货商走动。我这边要知道马老寇背后是谁拖的，2条线我来安排。潮海，有个消息等不到明天，有人亲眼见着马老寇跟周老板上周在县城喝过一顿酒。300块，一分不少。今天看在老邻居面子上，3天为限，3天没动静，我就自己拿东西抵。潮海，你出海挣了钱，先借给你三哥把这事压下去，都是自家人，血浓于水。上次借出去的50块，什么时候还？你这孩子说什么话？你哥有难，当弟弟的不帮，像什么样子？爹，我那张纸还在。3天。潮海，我嫁过来才知道他欠着债，是我命不好，我不怨你们，就是怕债主急了动手，伤着孩子。起来，地上凉。我跟你说2件事，你记清楚。第一，明天去找阿莲妈，就说我让她带你们娘俩去罗铁柱家住3天，她知道怎么安排。第二，潮浪那300块是她欠下的，必须她自己面对，我不替她还。
但你和孩子，我管。朝浪300块，今天不见钱，我这腿就迈不出这家门。马叔，您找错人了，那钱是我跟朝海借的，他一直没还我，您去找他要。马叔，你先坐。大队长此前要求核算，近2月我补齐新账，潮服节流入库的逐日明细都在这儿。7月初3头刀鱼产出110斤，入库80，缺30斤。7月初9大石斑鱼2尾，账本无在。哪里来的烂账？你污蔑人！罗铁柱帮我整的，他愿意当众对账。我说一个方案，按分户书执行财产分割，所有旧账今日核清，连这300块赌债一并算清楚，往后各家自负盈亏，谁也不欠谁。沈朝海，分户书才落定几天啊，你现在就来逼着要分财产，你这个忤逆的不孝子啊！要核算，就请陈大队长来做见证，账目当众核清，谁也别想赖。这张据我隐约记得老队干部曾说过留了个底，好像放在东乡旧箱子里，这辈子得提前找到他。账目先搁着，财产分割是大事，老规矩，要当众核清补偿才能裁定。大队长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朝海亲手写的自愿补贴家用承诺书。此句写法不规范，我得查一查大队有没有登记备案。今日程序照常推进，这张据先存档，明日我去查档，若无备案记录，不影响分户书执行。大队长，能不能宽限一晚？这张据我有话要说，但要先取样东西佐证。今晚还是明早？今晚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明天大队部再议。前世这张据被老根压了很多年，我当时没当回事，直到分户谈崩才知道它的存在。这一事我记着，老队干部曾经留过一个底。当年立据那天，老队干部走之前悄悄告诉过我，说留了个底，就压在东乡旧箱子里。朝海，这个，这是副本，是他当年亲手留下的底子。查过了，这张承诺书当年登记为口头性质，未经大队正式盖章存档，不具资产分割效力。账目若有异议，可重新核算，但分户是政策允许的家庭自主权，大队无权拦，也无权强迫。大队长，我要求在县信用商开立独立账户，单不核算余货的申请，请大队存档备案。他要真分出去，那条船现在还是你名下的。趁他还没过户，今晚把钥匙取回来，交给朝夫。这摆明欺人，找大队长评理去，换锁不让你用船，这叫什么道理？不用。朝海，去找阿根叔。阿根叔，这条舢板再救我出一次海，回来我替你把船底重新劈灰上油，再帮你补那张地笼网。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别沉了就行。大队长，他要分家是要断我们老两口的活路，族里长辈都说要先调解，请大队长给个说法。两位族叔联名申请调解，按规矩，大队需先走调解程序，调解未果之前，分夫裁定，暂后推进。你们瞧瞧，人家架条破山帆，
比他们大船还多打1倍。老沈家真是不识货，把这样的儿子往外推。朝海，家和万事兴，这话你不是不懂。你阿爸再有不是，血脉断不了。分户书的事能不能就此撤了？往后各让一步。两位叔公，我先念几件事，念完我们再说撤不撤的事情。1982年至今，我出海所得渔获70%入公账，我与月娟实得不足2成，账本在大队部可查。1983年秋，月娟催问年底分红，被阿妈骂出门，当晚被人推倒在晒场门槛，手腕撞破，没去卫生院，自己包的布条。1984年，老三赌债压下来，阿爸拿我存的渔获款填账，没打招呼，事后一个字没提。月娟，她手腕上那道疤是那回留下的？月娟是受苦了，但分家是大事，不能因为一道疤就……大哥，你听我说完，这家不分，往后还有更苦的。我提议投票分家。可以，同意分户的举手。4票赞成，1票反对，分户意见成立。两位族叔都签字了？签了。建议分户，这是族里的意见。程序重启，不设缓冲期。你准备好材料，本周内来办。阿爸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自己的房子？快了，阿爸给你们造一间面朝海的新屋。朝海，刚收到消息，苏采购下个月要来虎头洼实地看货，就这一次窗口，过了就没了。周老板派了人，专门在苏采购那头放风，说虎头坳货源乱，还传过有人拿劣质鱼混头刀充数。他动手比我想的早，这话传出去，苏采购来之前心里就有了疙瘩，咱们再好的货摆出来，他也得打折扣看。铁柱，你今天就去县供销合作总社，问他们库里有没有海冰保鲜设备，省城那批货能买3套就买3套，全部家底压上，压上。朝海啊，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口啊？鱼放冰里，还不如直接腌咸，费这冤枉钱，脑子烧坏了。苏采购进村那天摆出来的鲜鱼品相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朝海分了户，他那2个丫头，迟早也是沈家的累赘。老根那边的事儿，我还是说得上话的。等等，这是朝海的闺女，你做得了主？一家人，老根那边我去说，
我手上没现钱，但朝海那个大妹今年也不小了，你那头远亲不是缺童养媳？你说的是大妹那个？债两清，往后我不欠你的。阿爸，三叔在后院跟马叔说要把大姐送去换钱。敢动我闺女，我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阿山，这几天住铁柱叔这里，哪儿也不要去。阿爸，我是不是连累你了？你什么都没做错。去吧，我看着他。等阿爸回来，咱们回自己的家。今天下午你在后院跟马老寇说了什么？我们在说钱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小贝听见你提大妹2个字，你欠了多少？想拿我女儿抵债？小贝说你背对着院门，压着嗓子说话，那是你心虚时的姿势，从小就这样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没当真的。没当真？你们管不住他，我来管。朝海，我跟你三弟的事儿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动我女儿一根手指，第一件事，我去县治安管理部门报案；第二件事，把渔村赌船的人名账目全部交出去。你掂量清楚，再敢打我家人的主意，我就让你没地方躲。财产清单文书呢？什么文书？家里从来没整理过账目，分户怎么核算？朝海，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文书没了也无妨，账目在我脑子里一分一厘都记着。3年的数，你全记得住？记得住。月娟哪个月被扣了多少工钱？老三哪趟赌输了多少？从谁手里借的？还了没有？一笔一笔都在这里。这一条2月头那趟出海，老根只给你记了半数。对，我跑了3趟礁石滩，他记了2趟，少的那趟压在朝府名下了。合完了，有出入的地方你圈出来。没出入，这不是账本，这是证据。老沈，
这是什么？大队长，自家晒的咸鱼，不值几个钱，您别嫌弃。老沈，你这是要让我睁眼说瞎话？大队长，我就是觉得账目有些出入，怕到时候账目有没有出入，核算了才知道。你说有误，朝海也说有据，那就当众核对。账目清楚，笔笔都有来路。过2日，我召集村里几个老渔民，当众核算，分户这一并议，谁也不压，谁也不拦。好。谁也不压，谁也不拦。1981年，投网渔获32筐，扣除修网料钱后，月捐分得2筐半。阿莲妈，您当时在场，是与不是？是，我亲眼看着他提回去的，2筐半，1筐不多。1982年，出海17次，家里公账收入1年投网入掉的我掏房了，还有换账存办。这账算个什么？随便写2笔就来讹人！大娘，大队长在主持，不能乱。那些家里吃喝，哪样不是公账出的？朝海从没少过1口饭。沈老根，1982年秋戌，我跟你出过海，分鱼那天，你儿子媳妇儿那份儿，就是你自己抠下来的。我也记得。老沈，过来签字吧。等等，这事儿还没说清楚。这批网是月娟娘家陪嫁，应该折价，算进朝海那份儿。大队长，1983年，这批渔网已经登记公产，原件可查。登记在册，章都盖着。签吧，账清楚，证据也在，大队认可。有效。总算分出来了，这2口子憋屈多少年了？阿山，过来。
从今天起，你是我沈朝海的女儿，谁也带不走你。谁再叫你赔钱货，阿爸替你出头。分户的事落定了，宅基地有了，出海的证也保住了，可心里那口气没有想的那么顺。龙牙湾那片水域，我一直记挂着，迟早我要亲自去看一眼。周老板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。来了，来了。昨晚没睡好，呵呵，睡得挺好，就是贪了会儿觉。朝海哥，我爸让我送来的，建房政策刚下来，让你早点看看。跟你爸说，这3条我都符合，材料我来准备，麻烦他给我留个窗口。朝海，房门要朝着海开。好，朝南偏东30度，正对珍珠湾。小山，小贝，死了不少。怎么会？水温变动大，钓笼挂深了，明天调浅半米。再去找吴志明，请个懂行的人看看。第一，这里的事儿别往外说。第二，去找吴志明。第三，替我找珍珠养殖的资料、书、讲义都行。好，我明天就办。养珍珠这条路，没人替我走。这一世，我只能赢。对了，还有件要紧事儿，苏采购下个月要亲自来虎头坳实地看货，还要谈职工合同。要想下个月，就这一次窗口，错过就没了。那就不能错过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批货上个月烂了一箱。苏采购这趟怕是白来了。
朝海，采购的神色不对了。苏采购，码头风大，跟我上船，看看实货。采购刚才散话那个叫烂虾仔，是二顺的人。二顺跟周老板一直有来往。这一排，头等，中间二等，最右边2条留自家吃，不出货。你这分法，厂里的验货员都没你细，所以烂货进不了我这条船。苏采购，3项框架，品级分档定价，货量3个月保底，价格随时变动。这是未来3个月的货量保障，白纸黑字。我得回厂跟郑厂长商量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定。应该的。看见没？他眼睛都亮了。第一道门已经推开了。铁匠老冯的手艺结实。内衬再加一层稻壳棉，能撑6个小时不化。又是来问铁箱的，把他们叫过来吧。赵海哥，听说可以租，租金1趟2毛，条件一个，头批余货优先卖给我，不走别的收购点。成交。货源这条线就这样一根一根拴住了。停工！这块地有争议，不能建。你们什么争议？边界往西移了3尺，你侵地了。陈大队长亲自丈量，界桩就在那儿。界桩？你自己插的，算什么数？大队红章，我亲手刻的，1寸没移。再敢闹，公分照扣。这是周老板的手，不是最后一只。宅基地罢了，堵不住，换地方就是。虎头坳小学教导主任谭达文。
去告诉他，沈家那个大妹，让他心里有数。不用急，银子早点买，比堵门有用。三叔，找您点事儿。县城有个鲜货档口，老板急着转，我想做鲜货分销，差200块本钱，借我1个月。200？对，您放心，1个月准还。朝海呀，靓仔一直没出路，一家人总不能不帮。前世这钱我借过，这次借，我要让这笔账有迹可查。现在让他立字据，妈一定拦。先记账，下回再补证据。拿去，1个月。谢谢三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三叔，那档口最后没谈成，钱用掉一点了，我再想办法凑。县城喝酒，那2个人是谁？三叔，您查我呢？我就花几10块，碍着您什么？200块，档口的事。反正都是自家人，您能把我怎样？告到奶奶那儿？妈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这一家人，我彻底认清了。以前还有幻想，以后不会了。找海让我送来的，安心住这儿。替我谢谢他，真的谢谢他。冰层厚度、换冰频次，都是你琢磨的？试了2个月，一点点摸出来的。不错，比厂里的品控还要细。3个月试供，达标，转年度合同。合作愉快。朝海，这回真成了。才刚开头。郑厂长，我最近发现村东那片湾水色更清，底层水温也稳，礁缝里有珍珠母贝、龙牙湾。我最近发现过村东那片湾，那里适合养殖。吴志明，你们已经搭上了？去年就在谈，方案拟过一稿，
就差销路这一环。这个我能帮，销路交给我，方案成熟，我替你们牵线。那就说定。再推进一步，请您出面。好，你们负责做好，销路我都抵。郑厂长也站到他那边了。该让他知道，谁才是这片海的主。怎么了？没，就是近来身体有些异样，哪里不舒服？说不准，也怕说出来不吉利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有我。潮海这地方，我跑海10几年都没来过，真有鱼？咱俩下个网就知道了。黑曼叔他们今早去了东郊，没人看见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空档。潮海，往压手！这哪路神仙给你带的路？走，咱们开船回码头。这么多鱼，这么龙虾，还有龙虾，这哪儿打的？鲜度1等，龙虾个头足，这批货我全要。郑厂长，那收购价呢？不亏你的，比市价高2成。郑厂长，今天亲自来，不只是收货吧？厂里扩手产品需要稳定货源。那我们签专供协议，我保货，你保价，3天，3天后我给你答复。沈朝海跟罐头厂的协议签了，郑厂长亲自来验的货。协议压不住，就换个地方让他投。他那个大女儿不是在村里小学念书吗？是，叫沈小山。之前已经打过招呼了，现在可以行动了。去，让学校那边的人关照关照他。沈朝海，你出货越顺，我就越要在别处让你付出代价。
这批冰压了几层？3层，底层粗冰隔热，中层碎冰贴身，面层薄冰封气。入箱时间不超过2小时，鱼鳃全是鲜红。盐度几分？比厂里收货标准高2分，耐得住从虎头坳到县城这段路的温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赵海，来，协议今天就写。章是真的，格式像公函，但批号对不上。包是我自己带进来的，有人做了手脚。郑厂长，协议先等我2天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有人往我包里塞了一张文件，批号对不上，我怀疑是伪造的。我得去收购站核查原件，问清楚这东西从哪儿来，再回来跟你交代。行，先压着，等你核查结果。那枚章，县城水产收购站，你在那边有熟人？有个小贩，长期在收购站门口蹲活，站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门清。走，我们就现在去。前日，沈朝海已托罗铁柱从县城水产收购站取得原始出货底单。这批号伪造的，这张根本不是收购站当日出的。程序该走哪步？苏采购你来定。恢复盖章，今天就走。沈朝海跟城里厂子签了卖身契，咱村的鱼以后都要被他管着架，合同烧掉，烧掉才算完。协议第3条，虎头坳村集体供货，凡鱼货达标者均可纳入，一个都不漏。收购价统一高于县城散卖价1/5。烂虾仔，谁叫你散布谣言？站那边去！哼！自家没本事，见不得旁人有出息。听讲，朝海哥，这是马氏贝。对，这一片都是。阿庆，今天的事，你跟任何人都不说。我晓得，连你老爸都不说。
这是我从南边带回来的原版，我已经照着里头的训苗步骤重新整理过一份，跟咱们湾里的水温和潮汛对过了。这里说的挂笼深度要根据暗礁湾的底层水温再调。上个月我量过，比南边浅区低2度。我也觉得要调，你打算压到多少？我打算先13米，入秋再往下挪半米，看备苗的状态定。贷款这块，我昨天去信用社问过了，养殖项目要走大队担保那条路，材料里得附上技术方案。这本手册加上你的调整记录，正好能用。大队那边，你跟陈大队长提过没有？打过招呼，他让我们把申请材料整齐了再去正式谈，他要拿去给公社过目。那这2天把方案写完，我来写调整那部分。内湾这块水域申请下来的关键是养殖用途这几个字，得先过大队这一关。大队我来想办法，陈大队长那边我有数，你出技术，出一部分启动资金，我这边出人手，出本地关系，账面怎么算，今晚说清楚。我信你这个人，就凭你今晚先开口说珍珠2个字。你们2个先把申请书写完，钱的事吃完饭再谈。大伯、大伯娘，找了好几处才找到这里。什么事儿？也没大事儿，就是我爸那边渔网破了条大眼儿，开海前补不上就废了，家里一时凑不出钱。铁柱，出来一下。钱可以借，借条立一张，写清楚还款日期，月息2分，铁柱做见证人。大伯，都是一家人，用得着这么正式吗？正是一家人才要写清楚。这是最后一次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上午我在村口遇见烂虾仔，他问我你今晚在哪儿，我没理他就走了。但他可能自己跟过来看见你进这里了。朝海啊，你侄子说你们已经合股了，叫我先垫200块给他。阿莲妈，没有这回事，我与他无股可合，钱若是给了，算您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朝海，海亮说跟你合伙做渔货生意，我已经借了100给他了。这钱是你与他之间的事，我来是告诉你，我没有任何人合伙，也没授权他用我的名字。哎，你今天离了方面的人，那几万来的平着给这，说要白嘛，这外面照的。你到处说海亮骗人，你这是拆自家人的台，没有一点亲情。爹，这是之前海亮来找我借钱的欠条，我念给你听。8月初5，今借到沈朝海2000元整，约定于8月除夕归还。借款人沈海亮。爹，你说我不念亲情，还是说亲情就该连借条都不用写？这事儿怪海亮，他自己乱说，他那烂摊子我不管。这扇门关上了。
大队长，这是村里23个渔民的联名信，说沈朝海引进外来资金，要把内湾划出去搞养殖，那是咱们全村的集体水域。联名信是你组织的？是大家自己要签的。县城那边也有人打过招呼了，说那片内湾属于集体保留水域，不能私人开发。这话是县里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沈朝海拉来的那个吴志明是县城来的人，背后是谁，你们摸得清楚？内湾一旦让他们圈走，咱们下网的地方就少了一半。内湾那片水，我爹那辈儿就在那儿下网。可沈朝海也没说不让咱们用，他就是想搞大一点。快坐下吧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谭教导今天在办公室说什么了？说我上了也白上，家里迟早要用我换钱。他当着多少人说的？办公室里几个老师都在。我去一趟学校。办公室，沈小山、白上换钱。你确定谭教导说了，上了也白上，家里迟早要用你换钱？小山不会撒谎。梁校长，我要求明天当面对证。明天一早，我叫谭教导到办公室。想清楚了？我去县城，当面问郑厂长。周老板在县里到底打过哪些招数？徐老师，你把原始报名凭证再拿来我看。沈小山报名日期是8月初3，凭证齐全，为什么名册里登记延迟了整整3周？资料那时候确实有点不齐，我是按规矩。哪份资料不齐？你指给我看。校长，这件事是上面打过招呼的。上面是哪个上面？谭教导，你收了他多少好处？你现在坐下来，写书面说明，是谁打的招呼，什么时间，怎么打的，一字不落的写清楚。今天之内交给我。沈朝海，小山的学籍没有问题，从明天起正常上课，任何人不得刁难。
那几年罐头厂收购价被压成什么样了？你自己看。周老板控着沿岸收购渠道，我们进货只能吃他那个价，稍微抬价，他就断货。我现在愿意拿着这本账册，去县城工商署实名举报他价格操控。但我要你一句话，往后顺兴罐头厂的鲜货，你独家长期提供。成交。这辈子，爸替你把路铺平。县里已经批下来了，内湾使用权正式划归虎头坳村集体，珍珠养殖从今天起由沈朝海、吴志明共同负责。愿意入伙的，劳力可以折算参股，今天就可以按手印。我儿子在县城赌输了钱，是周老板做的局。我恨他，但我没办法。你斗他，算我一个。二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我怕周老板报复，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不想她以后恨我。二哥，昨晚我看见小山背着书包从学堂回来，笑得那么亮。我想着我闺女也该上学了，我混蛋了半辈子，不想再混蛋下去了。这个，你自己去跟工商说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自己做个人。朝海，我又有了。我养。虎头坳发财啦！咱们介绍一下。这是真的，比去年多这些，多少？真的假的？我看看这年收入是吧？真的哦。虎头坳这条路
算是走通了。才是开头。进屋吃饭。